嗨，大家好。今天呢又是方向不明的一天啊。早上起来呢，我只是看到这个天是有点阴，就感觉趁着这个天气呢，还是可以出去骑行一下。正因为此呢，就骑到了外面，骑到乌村道路上啊，才在想到底要去哪里。想了一下呢，也没有想到到底应该去哪里，那就再来一次漫无目的的骑行吧。有时候就这样啊，骑行呢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啊，就好像到了这个点，尤其是吃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发现呢天气还适合骑行的话，那就会骑到外面来。骑出来以后呢，再考虑啊，到底要去哪里。其实去哪里还在其次啊，你只要骑出来呢，基本上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会在外面随意的骑一下。好，现在呢，我从学院路这个门又骑到了村外。其实面对的这一片啊，都是金峰会的地方。按范围来讲呢，应该还属于祈福新村。只不过呢，就是这些道路啊，像现在我骑行这条应该叫抚华路，它已经成了一条公共的交通要道了啊。就左侧呢，它有去往金山大道的祈福隧道，到了金山大道呢，就可以连上广明高速，现在叫广台高速了。或者呢，你要去到番禺大道啊，就是一步之遥。但更多人呢是利用这条祈福隧道出村，在金山大道上呢去连接星光快速啊。一般大家都是这么走的。瞧瞧，10点来钟啊，这边居然还有那么多的车流。看到这里有一家店要开张了，很多的花篮，是一家餐馆。据说呢，今天晚上还是明天开始啊，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啊，就会多雨，
会刮风，但是台风的中心呢，应该并不是在这里，我相信应该在福建那边的沿海吧。所以呢，应该广州未来的几天甚至1个来礼拜呢，会因为下雨就会降温。从祈福新村这个门口出来你会吃到好几个红灯。终于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广东工业大学番禺校区这一侧了。现在顺着市广路继续西段。经过右侧的敏捷地产就大家印象当中呢，像这种敏捷地产虽然也是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但是它一般没有太大的投资，更多的呢就是拿一些别人剩下的边角料，或者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开发的一些小的地块，建那么几栋楼。但是它在万博中心那里呢，好像也在盖大的商业楼，叫敏捷中心吧，据说还向全球发售就不知道它的财政的状况如何。因为那些比较大的知名的房地产商因为举债太多，都是高杠杆，现在呢都出现了一些困境当然这个背后有很多逻辑可能不为我们所知，但是那些最后存活下来的房地产公司呢，估计就是那些不是特别冒进的太冒进的那些呢，都纷纷已经离场，或者有很多已经进入到破产的程序。
今天看来算不错，阴天帮忙，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晒到太阳。前方呢就是信业大道了，我看左侧原本一块乱糟糟的地方呢，也做了一些绿化，变成了一个小的街心花园。那我们就顺着这条信业大道呢往前走一段。这条信业大道呢，也建设了很多年啊。它应该跟金山大道，还有就是它北边的汉西大道呢，都是平行的东西的大道。右侧呢有一条小路可以去到金山湖的文化公园，其实就是那个金山湖的一个小公园啊。我上次去的时候呢，好像单车说不让进去骑行了，那已经时隔几个月，我再进去看看吧，但愿能够去骑行一周。原本呢，我的左侧是一个巨大的钓鱼场，每次到这边来呢，就看到很多垂钓的人在这边钓鱼，但现在呢都围蔽着，看来应该这片区也要拆迁了还是怎么样啊？你看钓鱼场呢还有一部分还在，但是没有钓鱼的人，有那么一两个啊。
單車就唔俾入。唔俾入。點解咧？咁大風山入邊度可以停車。係啊，我知。好，唔緊要。确实如此啊。这边呢已经不让进去骑行了哈。说是什么人大开会决定的，所以我说的没错啊。现在能够骑行的公园呢，大概就是大富山公园了。既然是有这样的规定，不管它合不合理，我们也只能遵从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搞不清楚这种规定背后具体的逻辑何在了。它本来呢就是搞了一个市民活动的区域，应该是敞开大门啊，欢迎大家前来，不管你是开车来、骑车来还是步行来。那事实上呢，步行来的人是非常之少的。你如果给予很多的不必要的限制，比方说开车来停车就要收费，如果收的比较贵的话呢，那大家觉得就是有负担。那最好的最经济的就是大家自己骑个车来，原本呢与谁都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既然不让人家骑行，那这个就真的很奇怪啊。那么大的公园你靠走路的话，那么热的天有谁能走得了？所以有时候真的搞不清楚它背后的一种什么逻辑，但确实也只能想就是一种官本位的逻辑。就第一呢，它很多现在这样的措施都是倾向于他希望你能够开车来，他就可以收一些停车费。第二呢，他就希望说你只在那边走走路，这样你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你骑行呢多少涉及到一个管理，万一你要是摔了受伤了，他就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它背后的一些逻辑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他这样的话就把他自己啊刚刚说到啊，就是这种市民的公园虽然开着门，但是对于进来的这些市民呢有很多的限制啊。那我们有时候真的搞不清楚他搞这样的市民公园到底是为了啥呢？其实我看这样的公园里面啊，也养了一大帮的人，就这些保安、管理人员，甚至还建了一个办公楼啊。有时候真的觉得这些人养在那个地方，他们没有什么事干啊？真的不知道到底为啥。马路的左侧呢就是汉溪村啊，原本呢我是想进村的，但是我突然想到啊，前面的信业大道啊，好像有一条桥，它通过星光快速啊，应该已经通车了啊，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走一段这个桥，越过桥以后呢，就是番禺大道了。
虽然雨呢是没有下，但是突然感觉天气更加的闷热了。虽然呢，这座桥已经建完了，但是还没有投入使用呢。就番禺这个地方呢，你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到过某个地方，你就会发现啊，它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你像这样的大桥，虽然还没有通车，但相信呢，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通车了。我呢就在这边掉头吧。就如果这座桥开通了的话呢，兴业大道就真正变成了一条南北主干道了。因为从这边呢一路还可以去到南站附近。所以今天骑行到现在呢，最起码确认了2件事啊。就金山湖这个公园，原本很多人在里面骑车，甚至呢是一家大小啊，踩着大大小小单车追逐这个嬉戏的场面呢，就再也看不见了。另外一个呢，这条兴业大道呢，将已经完工，但是还是封闭的状态啊，还没有正式的开通。刚刚还说啊，就非常的闷热，但现在呢，刮起了风来了，好像台风的前哨已经抵近了这边。但愿呢，未来几天就有比较凉爽的日子过了。
右侧呢就是汉溪村呢，这条村路应该叫汉溪路，从这边呢应该是可以去到汉溪大道啊，去到长隆那边的。我们时隔好久啊，才到村里来骑行一段吧。哪有山那个那个山啊？这条村庄呢还是有点冷清啊。昨天呢，我去过里伦洞，那边有个马显棚村啊，就那个村里呢都在进行大的拆迁，应该呢是整个里伦洞地区啊，就是包括这个区域，慢慢都要拆迁的一个启动。左侧呢是汉溪村，号称一个文化公园，其实就是村头的一个广场啊。就在村前呢，你看我的右侧就有长隆站啊。就现在这个地方呢，不但有地铁，还有城轨，就是从广东的惠州啊，一直经过南站，通到肇庆的一条铁道，客运铁道。但是这条烂路啊，去不了。你想，现在我看到的就是广州长隆站啊，我估计这里就是那个城铁的一个车站啊，但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相通呢，我就不知道了。就现在广州珠江三角洲吧，都在发展高速的这种城轨，就日本叫电车，就它和地铁公司呢共同组成这些客运的线网，有些站呢应该是有交通，所以你不仅搭地铁可以解决市内城区的出行，你也可以转乘这些城轨，就去到珠江三角洲一些比较重要的城镇，共同呢以后就变成了一个轨道的客运的系统。这个就有点像日本东京啊，光是地下铁虽然很发达，但是毕竟有很多比较偏远的地方呢，你如果没有那种电车，就是那种城轨啊，你还是去不到啊。我相信欧洲的国家很多地方其实都是一样，包括我们这次去的多伦多，它市中心的地铁呢并不发达，整座城市只有3条地铁，应该4条啊，有一条停运，但是呢它的GO train的这种城轨的系统呢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你要去到很多卫星城镇呢都可以搭这样的车去，还是比较便捷的。
你看啊，这边写的是广州长荣站一出口城际，这就是城际线，它不同于地铁。但我还没有搭乘过，等到天气凉爽一点的时候呢，准备来搭乘，去到像惠州啊、东莞啊、肇庆啊这种知名的珠三角的城市。穿过星光快速呢，就来到了汉西长荣地铁站边上。经过了一段比较狭窄的地段，现在已经在汉西大道上。你可以看到啊，左侧的汉西长荣，就那个游乐园，它的很多的地块啊都已经批出来，变成了住宅大楼、商业大厦了。这2个多月没来吧，你可以看到左侧的那些楼啊，已经起得很高。所以这块地方呢，将成为番禺啊最繁华的地段。但是目前呢，也是一片混乱的地方啊。就从刚刚啊非常破败的汉西村，来到了看上去建设热潮中的汉西大道啊，两旁这些商务区，真的有一个天一个地这种感觉。这就是中国现在很多城市发展的写照。但是如果假以时日啊，等到这些旧村在未来都被拆掉，那么可以想象啊，这边就是干干净净的一片高尚的区域了。所以要拭目以待，要耐心的等待啊。刚刚呢，喝了一些水啊，稍稍休息了一下，擦了一把汗。现在呢，继续在汉西大道上向万博中心方向骑行。这边呢，也是我们住了那么久啊，看着它慢慢发展起来的一片区域。渐渐呢，它有了番禺中心的雏形。应该说，这个地方以后就是番禺最好的商务和居住区了。那么也就是说呢，市桥那边老城区啊，应该是彻底被抛弃了。这个到底是好是不好呢？只有当地人啊，设身处地的才会感受得到。但是作为一个区域呢，它发展具有它一定的规律，它也是肯定是希望这个地区
在发展中呢能够有更大的产出，然后呢以这种产出，政府呢更多的收入，再来照顾到周围的一些区域。如果说你那些偏远地方啊，一下子没有办法形成一片旺地，那你就是应该要做出决断，努力呢让自己有能力搬到一块比较发展的好的区域来，否则的话呢，你也只能望穷兴叹啊。现在呢，我已经在番禺大道跟前了。现在我骑过番禺大道，前面呢就是万德中心了。那我就把这一段呢作为我今天出行的前半段的骑行。我们一会儿见，谢谢大家观赏，拜拜。